欢迎收看2月23日的美股开市起跑线。高级分析师李浩然将回应本周大家对于美股的问题。辉达2024财政年度第4季截至今年1月28日止业绩再度跑赢市场的预期。该公司行政总裁黄仁勋对前景无比乐观，他认为加速计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触及引爆点，全球各地的公司、行业和国家的需求激增，生成式 AI 带来了新的投资周期。未来5年，全球的数据中心将会倍增，代表着每年以1000亿美元计的市场机遇。目前，美国的4大科企包括亚马逊、Facebook 母企、Meta、Google 母企 Alphabet 及微软，均为辉达大客，占其营业额约 40%。辉达的数据中心营业务上季营收184亿美元，按年竞标 409%， 占了整家公司221亿美元营收的大部分，后者按年升幅约3倍。黄仁勋说，数据中心的业务增长来自多方面，包括大型云服务商、企业软件商、消费者互联网公司，以及汽车生产商、金融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，对 AI 革命前景乐观。除纳指以外，日本、法国、德国股市皆同创新高，一时间环球股市牛气冲天，后市依然有机会更进一步。另外，参考美国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日前的发言，杰斐逊认为，美国经济如果没有遭受重大冲击，联储局将端视通胀变化，以决定现行高利率环境应持续多长时间。当然，他认为倘若美国经济一如预期般演变，今年稍后将是开始使利率政策恢复正常的时间。事实上，他预期美国消费开支增速将放缓，但也存在维持强劲的风险，令通胀可能变得顽强。个人认为，去通胀化进程仍存在反复，而近期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也反映相关问题，但数据反映通胀再度严重恶化的可能性相当低，因为供应链情况稳定。唯按目前联储局普遍成员的言论，相信要待局方成员更有信心通胀可回落至 2% 目标后，才会支持减息决定。市场目前普遍预期3月几乎肯定息率维持不变，距离5月联储局会议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联储局是否再推迟几个月减息仍言之尚早，但今年减息仍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。其次，如果 Reddit 的上市获得成功，也是图片社群软体 Pinterest 于2019年上市以来的首桩社群媒体 IPO， 这除了会刺激其他科技公司可能会上市的兴趣外，也会导致科技行业 IPO 的数目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和选择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知名 AI 新创 OpenAI 创办人阿特曼最早从2014年起即开始投资 Reddit。申报资料显示，阿特曼现为 Reddit 的第3大股东，顺理成章也为 Reddit 在上市前加入目前最火热的 AI 概念，给予谷歌的合作协议。另外，2019年2月11日，Reddit 宣布以30亿美元估值完成3亿美元融资，并由腾讯00700领投，到时候也可能有机会成为腾讯股价的一个催化剂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开市起跑线，再见。